芊芊啊，爱记起赞购、起订阅、起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大家又来到我们想买却又怕受伤害的系列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觉得这系列是不是有一阵子没有拍了？有很久吗？应该也还好。我们今天呢要来开箱3样甜品跟2样咸食，而且分量都蛮多的。我其实首先最好奇的就是这个了。我跟大家说，我原本没有打算要买它，但是我这样子要采买我原本要开箱东西的时候，我看到它就哎呦。是不是因为现在是3月，虽然已经要抵了，情人节2月14、3月14都过了，接下来它是要等7月7日晴，7月的七夕嘛，真是太好奇它的等一下做起来的感觉了，所以呢就特别买了它，这是我今日最期待，希望它加油哦。那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 ，Go！ 首先第一样就是我们的腊肠北菇滑鸡饭。北菇滑鸡饭呢，它是粤菜的一个经典名菜。这个的话，它是279块，0.886克。有人会像我一样会在意这个吗？我都会想说279块，它这样0.9减1公斤好像还行。然后目测看起来它的料就是非常的多。来，我窥一下它的画面。还有青江菜、香菇也滑菇嘛吼，还有腊肠，还有它的饭。它鸡肉看起来其实蛮漂亮、蛮大的。它的加热方式呢有微波呢，你也可以放进电锅里面蒸。我网络上看有人说用电锅蒸，他觉得白饭有点软，所以我也有看到有人说电锅蒸完之后，然后他就下去用那个明火再去煮，然后外面撒一圈酱油。但是呢，我们今天就用微波的，是不是很好奇？想说好事多这到底可不可以进微波？它可以进微波，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它直接微波。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看它吃起来的味道会是怎么样。好紧张哦，想快起回家哦。来了，我们的腊肠北菇滑鸡饭。我其实呢，因为网络上有人说微波就好，然后或是用电锅嘛，我一直想说这青江菜这样是可以吃的吗？但因为我又很想要试试看那种他们说的最简易的方法，到底味道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而且我微波时间其实够长，所以这样摆盘起来，那个整个腊肠又出油，看起来就很漂亮。它的白饭呢，口感其实有点糊糊碎碎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如果在煮的时候呢，用电锅蒸完之后，再用铸铁锅这样子稍微烧一下，让它外面恰巧，我觉得白饭的口感应该会更好更脆。不过就是如果你只有用微波或者用蒸的话，硬伤就是会有点太湿。但是呢，它的香菇的那种菇的甜味、香味跟鲜味跟鸡肉合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的刚好，咸香的。鸡肉我觉得口感没有到嫩，有点丝感，可是我觉得还行。可是我觉得重点是它的腊肠。我跟他说，你如果单吃香菇、滑鸡，然后跟饭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还行，咸香的。可是你加上腊肠之后，那种甜味就会出来，配在一起更完美，好吃哎！而且我很喜欢它的腊肠啊，咸香味带一点甜味的程度是刚好的，因为我很常吃到那种腊肠的咸度会有点过高，或者是呢口感会不好，有点达，可是它那个油脂成分还蛮高的，你就会觉得那嘴巴就充斥那种油脂香，然后跟甜香。哇，那吃一个巨型便当，这个如果是在便当店，这样279块，我觉得我会买它。如何？还行，那腊肠如果单卖，我会买耶。我刚刚脆上有人说，他用电锅蒸完之后，再用锅子烧，然后外面淋上一圈酱之后，那味道更棒。我觉得真的应该会。它菇给超多，你看这边全部都是，扣不下这个鸡肉，菇给多加分，因为它的菇是好吃的。这个你们觉得算几人份呢？因为我抓不准这量，对我来说1人份。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以2人份，2到3人的话，这样子279就好像还行。料多到其实我觉得甚至可以多煮，自己煮白饭，自己加一点那个蚝油、酱油，然后这样子拌在一起。因为我现在就超多腊肠。嘴巴都是油脂的甜香，甜味跟咸味配在一起真的很棒哎！还有油脂，
我跟你讲，每次吃便当啊，最痛苦的就是有那种不是那种四个角那种90度的，然后那个汤匙怎么都吐不到。可是它最角就有1粒米饭的时候，可能你又只有汤匙的时候，就觉得可恶哎。吃完了我们的滑菇鸡饭，我自己本身其实会回购，而且其实它给的料很多，我觉得这个如果再加1碗饭，应该可以煮到3人份左右，我自己觉得其实算划算，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吃吃看，因为我觉得整体而言的风格不错。下一样，好，接下来呢是香草3杯鸡，303块。里面呢3杯的酱，它应该已经调在里面了。然后有9层塔，哇，它还有年糕哎，怎么这么神奇？然后整颗的蒜头、杏鲍菇、米血，然后跟鸡肉在这里，还有很大的这个蒜头这些姜。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加热它吧。走，来了，煮3杯鸡的时间来了。盖起来，关小火。盖上来之后，就稍微等它一下，然后煮一下了。9层塔跟辣椒丢下去，感觉挺不错的呢。这样就完成了，闻起来蛮香的哎。刚刚真的要淋上一圈米酒，不行，我们要用它原本有的材料，我们不能多帮它用上东西。上桌，我们的3杯鸡煮好了，杏鲍菇还会出水，香菇也会出水。我刚刚水其实稍微放的有点多，所以我们收汁稍微花了一点点时间，但我觉得卖相很好，而且它这样303块比想象中大盘，我觉得我收汁收得很漂亮。蛮好吃的哎，3杯鸡所有应该有的味道都有，麻油的香，酱油的那种咸，米酒的那种鲜度，我觉得外面真的再淋上一圈米酒，再让它稍微烧一下，我觉得味道会更香，因为它本身自己其实鸡肉有些腌过，所以它跟我们一般常见的3杯鸡，可能那个鸡肉的味道，然后外面加酱汁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是不是已经有点像炖鸡了？然后是口味上比较重的那种炖鸡的感觉。就它没有不好吃，可是它就是卖相看起来稍微就是有在卤过、炖煮过的感觉。没办法，很下饭呢。但我的收汁的那个稠度收的有点不太够，不过它鸡肉算就是比较一般的鸡肉，就是比较没有扎实口感那种，是嫩的，但是就是口感就是比较松的那一种。咬下去松松粉粉的感觉，我觉得比较明显一点点，稍微再扎实一点，然后 Q 弹感再重一点点。但是我对这鸭血跟鹅血类我都比较还好一点点，我觉得吃起来正常。然后我觉得可能煮的时间可以再拉长一点，也有可能是它的问题，因为我的鹅血它没有入味，但有点小可惜，是因为在煮的话，鸡肉本身就有调味，味道会更进去。可是就会变得太重，你的鹅血就会没有办法入味，你就是再煮久一点才会入味，可是鸡肉就会变得太咸。可是我觉得还行，不过它的甜感是不是也有点算是比较偏重一点？我觉得9层塔可以在里面再稍微煮久一点，可能会比较香。不过它很下饭，年糕我觉得还行，就是没有入味，可是我觉得没有入味反而刚好。我们吃起来有点像那个韩国不是有那种炖鸡吗？里面会加年糕，我觉得有点那种感觉。我先跟大家说，如果大家觉得麻烦的话，直接买回来吃，稍微把鹅血切小块，它其实煮起来就味道就还不错，很下饭了。只是就是跟想要弄的3杯鸡有一点点那么不一样，所以就是在想有什么样可以改进它。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把蒸熟的马铃薯丢下去蘸那个酱，会蛮好吃的。因为我那个想到我上次去那个韩国的那种炖鸡汤，韩国人桌上都会把马铃薯挑起来，就会好想要问说为什么要挑起来呢？因为他们的马铃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品种的关系，他们吃起来很像地瓜，有股地瓜的甜味，我还蛮喜欢的。但我觉得蛮好笑的，因为其实鹅血它的口感
这个它其实是比较偏大人的口感，因为大家可能常知道是牙紧那种 Q 弹感，然后而且那种刷的那种感觉，对，有点冲的那个感觉。我小时候其实吃不习惯，因为以前小时候那种鹅血啊比较大块嘛，然后比较松软，然后有点刷那个，其实价格都比那种便宜鸭血那种瘦嘎感就贵很多。那时候就想，为什么大人都吃这个？然后长大之后渐渐的可以了解，但还是不会主动点它。好，然后这一道呢要配饭，所以我就先吃到这。但我觉得整体而言，我自己的话，我如果今天不知道煮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会回购它，因为准备这些料其实也蛮花时间，这样子就可以配好几碗饭，所以我就觉得还行。然后甜度稍微比较高一点点的3杯鸡，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自己在斟酌你喜欢哪一种味道的3杯鸡。好，下一样，嘿。接下来呢是这一个，它是卡布奇诺甜点6个90公克，然后它的价格呢是459块，平均一个大概76块。有好一阵子很流行这种买甜点送杯子，但我已经很久没有开类似的品项，我真的是看着它想说，有一点好奇，所以就买来试试看的，是不是有点像那种死去的流行又回来的感觉 ？Y2K 就像现在流行 Y2K 一样，Y2K 就是我那时候的年代啊！哎呀，然后它的话，热量一个是246大卡，打开就是6个杯子这样子。哎呦，来我们就一人一个吧，顺便来分一下。这其实蛮好的，如果在办公室这样子，来一人一个。我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哎呦，来准备了一个大汤匙，来挖它，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样子。它里面完全没有蛋糕体耶，我刚刚以为它会有点像提拉米苏，就是有一点蛋糕体，但它整个吃起来其实有点像慕斯然后跟奶油跟浓稠的酱合在一起。入口的时候比我想象中还要再不甜一点，然后还有焦糖香，有一点咖啡香，又有点可可香合在里面，没有不 OK， 因为至少我觉得所有的香气你都吃得到。你觉得超甜啊？我觉得还行哎，它没有那个上次开 Lopi 啊那个提拉米苏那么夸张，它的甜度对我来说没有到很高，所以我觉得吃得到所有的味道还不错。可是就是觉得好像应该有一个蛋糕载体在里面，因为它目前吃起来都是液态状，口感上稍微单薄了一点，是不是放个坚果下去是不是也好啊？然后吃完之后就会获得一个杯子，这杯子我觉得还行，就是蛮好看的。对，但我会不会特别回购就是什么都很平均的味道，没有主角，主角是杯子。下一个，接下来是这个是8寸焦糖核桃蛋糕，对我就是要把那个金字塔把它放到最后，价格是399块。大家还记得我之前有开过它的焦糖伯爵吗？我记得我给它的印象是，我觉得以它的价格来说无可挑剔，就是它没有让你觉得哇天哪也太好吃了吧，可是你吃了不会觉得它廉价感超级重，因为有些蛋糕你一吃你就觉得那个奶油的味道很假，然后黏住你整个口腔。就我那时候对它的上一款的评价是这样，所以呢我就想说来买来开箱看看。嘿，拿出来样子就长这样，我刚刚还把盒子里面的核桃都全部吃掉了。先讲我觉得它核桃啊，因为它是有点那种开放式的那种装法嘛，所以空气还是会进去。它的核桃应该算新鲜，因为吃起来没有那个坚果的臭味。首先当然就是我们要依照大家想看的剖面，先切剖面给大家看一下。祝你生日快乐。美剧里面那种高校女生林赛罗韩主演的那一种，然后她的什么庆生派对会出现这种蛋糕的那种装饰，然后感觉它上面应该是粉红色。来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剖面是长怎样。哎呦，我真是越来越不会切蛋糕。哎呦，嘿，好，没办法立起来，太难了。给大家看一下剖面的样子之后呢，剖面就是等一下可以给你们吃。我直接吃这一颗，就我们来分蛋糕哦，就一人就分一小块一小块。来，这是你的那一小块，这是我的那一小块，谢谢你。它的戚风蛋糕吃起来的味道很像那个古早味蛋糕的那个蛋糕体的味道。因为它的那个
浓郁度其实算蛮浓稠的，所以它里面的那个乳酪酱是带有一点点酸味，我觉得还蛮加分的。然后它的那个奶油的那个厚度，它不是像我们一般可能比较常在吃的是那种日式奶油，滑顺感、流动感比较重，它是有点偏固体，但是它又不会有那种可能比较平价的那种奶油，然后你整个嘴巴都会 hold 住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算还 OK， 以它的价格来说。我觉得我给它的评价跟之前我开箱的一样，我觉得它很符合它的价格，味道整体来说不会惊艳，还 OK， 焦糖的味道，蛋糕本身也不会到过干，然后那个粗糙感也不会到很重，就是还行，对不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之前想吃蛋糕，又不想花太多钱，可是又不想吃到不好吃的，你就可以试试看它，因为就是还行。每次整颗蛋糕的时候，大家都很困惑。但是呢，多一点吃的片段给大家，因为毕竟很久没有吃整颗蛋糕了。不过我觉得它上面的焦糖酱可以再少一点，因为它奶油是厚实的那种，不是流动的，可是它的酱也是那一种比较稠的，合在一起我就觉得那稠感有点太重。有没有人出迷迭蛋糕的？迷迭杏仁蛋糕？哇！但它这个浓稠感其实配那种红茶类、无糖的。还不错哎，你那一吃下去之后，整个嘴巴都充斥着它的那个焦糖跟它那个乳酪有点咸香的味道，还有那个核桃的奶感。然后那个茶一下去之后，那个茶香就把它整个冲开，那个整个味道就哇，差点以为在开车哎。吃完的8寸焦糖核桃蛋糕，我觉得整体而言，我觉得尝鲜可以，但我自己比较不会回购。然后我觉得它吃到后面其实会有点小腻，不过也有可能是我吃一整颗的关系啊，因为它的那个酱都是比较偏不会流动的那一种类型，然后空气感比较没有那么重，所以吃的时候到后面会觉得整个口腔的那个负担感稍微比较重一点点。所以还好我后面有配茶，我就觉得还行。不过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大家如果分一小块一小块的话，然后跟买蛋糕上有点预算限制，我就可以买它，因为我觉得就是整体而言还行。下一样。来咯，接下来是我本人最期待的冷冻迷你泡芙塔，529块。我先讲，它真的让我非常的好奇。你看一下它后面这个指示怎么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看起来很华丽？很好奇，它究竟装饰起来是不是真的就像这样子？所以呢，就买回来开箱了。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压轴，压轴再压轴，原产地荷兰。噔噔噔噔噔噔噔，哎，你就倒下来就好了，摆直的看什么？害我刚刚很紧张。我们要拿回来的时候，我稍微有点把它当放倒的时候，就说：“哎，不行不行，它冷冻柜里面是摆直的。”哎，好，它就是有这个应该是糖粉、巧克力酱，然后跟底座，就是对，我们要自己组装它。我们首先呢，就是煮肉的时间了。不想煮，我们不要这样子，这是一个感觉，好不好？没料到，真的是没料到，我以为打开它就是至少已经差不多了。它有分最底部跟最上面，所以这哦，这是最下面，什么东西？好，这样子，哎呦，我抓到感觉了哦。所以这个是它的底座。对啊，这个怎么会这么浮啊？还是我应该要把它剪掉一层？它有给你直接撕的哦，它就是要给你这样子而已。好，我们就先这样子。
给一个底座安全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是摆上我们的泡芙了，这样子。并没有，好，可以。好，巧克力酱，这样子之后把它淋上去，像这样子。是不是要让它再融化一点？巧克力是不是？哦，啊，我知道了。好，那我知道了，大家口不要像我一样，刚刚剪太大，剪这样小小的，这样子就可以了，有吧？好像还行哦。好，然后接下来撒上这个糖粉。完成了。完整的卖相看起来好像还行，有还行吗？这边还 OK 吼。我们先从前面这个吃起，有巧克力酱，也有糖粉。边吃边塌，我们先吃吃看。我觉得吃起来，它中间是那个奶油冰淇淋，然后呢，它巧克力是比较偏平价巧克力的味道，有点像那个牙膏巧克力。以前一条卖1块钱的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对，然后那个糖粉也是比较平价，就是的糖粉就硬硬的，然后没什么甜感，也没什么香气，所以，是放鸭子哦，谢谢你啊。怎么会这样？我觉得这个啊。大家如果想要跟家里面的小朋友玩，然后你是但是 up 小时候那种1块钱1条的那种巧克力，然后就是这样会这样吸那个酱嘛，或是那种牙膏巧克力，你想跟小朋友一起回味的话，然后跟今天玩游戏的话，可以买它，有点手工的感觉，它的味道就对，比较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买看。我今天会想回购的是北菇滑鸡饭3杯鸡，其实我会想回购。如果大家懒得煮，其实也是可以直接就是热炒店叫一叫。不过它比我预期中的大盘303块，然后又蛮大盘的，很下饭，所以这2个数我会想回购。其他就是尝鲜可以，但不一定会回购。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对，如果有兴趣可以买来试试看。这个真的是有够符合我们想买却又怕受伤害。大家是不是看得很想买？买完之后开箱都大概是这种感觉。顺便跟大家就是有一个教训，就是巧克力的酱就是洞减少一点，因为积起来比较漂亮。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大家就先这样子了，拜拜。我会缓慢的把它吃完的。我原本做功课有一个蟹黄拌面，非常的想开箱，但今天没有买到它。打电话去他们那边问，他们说他们现在就是北区这边全部都缺货，有点小可惜。如果大家有买到的话，欢迎下面给我留言分享蟹黄拌面的心得，因为我好想吃吃看。